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第一条是，星巴克投资者对其2季度财报谨慎，股价已跌近 28%， 本季度预计收入微增，每股收益下降，同店销售额和客流量预计下降，平均支票规模因新品和促销或增长。分析师认为，促销和新品可能无法扭转局势，宏观问题或致销售疲软。分析师均对该股维持持有评级。接下来这条，包括易店、Electronic Arts 和 Take-Two 在内的主要视频游戏发行商受声优罢工影响较小，因其拥有内部工作室和漫长的游戏开发周期，罢工凸显了行业衰弱，但可能不会对今年的大作产生重大影响。下一条，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拖累欧洲股市，部分收益被抹去，房地产和医疗保健板块领涨，汽车和建筑板块领跌。关注本周技术巨头苹果、亚马逊和微软的财报和央行会议。欧元区通胀率料保持在 2.5%， 为欧洲央行提供重要指引。接下来，美股周一上涨，此前一度转跌。本周将迎来美联储利率决议、就业报告和科技巨头财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复早盘跌幅，接近平盘。周五蓝筹股指数大涨逾650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0.4%， 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 0.6%。 让我们关注，摩根士丹利将特斯拉评为美国汽车行业首选，取代福特，导致特斯拉股价周一大涨近 6%。 让我们关注，比特币2024大会上，特朗普承诺建立加密总统顾问委员会，解雇 SEC 主席，并禁止央行数位货币。朗姆尼斯参议员宣布了一项法案，旨在建立美国战略比特币储备。虽然这些承诺看似宏大，但实施起来却并非易事。下面这条，苹果发布最新开发者测试版，预览即将推出的 Apple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平台。开发者可通过设备的设置菜单中的 Apple Intelligence 和 Siri 按钮加入候补名单，在几小时内开始使用该功能。该平台提供写作工具、改进的 Siri 版本、邮件中的 AI 选项和 AI 驱动的转录摘要等功能。让我们关注，兰博基尼在2024年上半年业绩亮眼，收入和利润创历史新高，得益于混合动力超跑和 SUV 车型销量强劲。尽管高端汽车和奢侈品市场整体疲软，兰博基尼仍公布了亮眼的业绩，成为更具侵略性的一国汽车制造商之一，并勾勒出其电气化计划。接下来这条， SpaceX 正与美澳官员讨论在澳大利亚海岸附近着陆和回收星舰火箭的可能性，此举旨在加强两国安全联系，并作为埃隆·马斯克公司扩大在该地区业务的第一步。下面这条，美国法官要求富国银行就其声称致力于招聘多样性来欺诈股东的诉讼中为自己辩护，而实际上他对非白人和女性求职者进行了虚假面试，并没有计划雇佣他们。让我们关注，西南航空为增加收入将取消自由选座，但可能疏远忠实客户。投资者认为，航司别无选择，因其股票价值已损失近一半。通过提供额外腿部空间座位，西南航空计划吸引高消费旅客，预计将于2025年开始预订。下面这条，美国股市周一收盘基本持平，开启了充满美联储利率决议、就业报告和大型科技公司财报的大周。下面这条，受通胀影响，消费者减少外出就餐，麦当劳业绩下滑。为应对这一挑战，麦当劳推出价值套餐战略，例如受欢迎的$5套餐，以吸引注重性价比的顾客。接下来，微软即将发布其第4季度收益报告，华尔街密切关注大型科技公司的大量 AI 投资是否开始带来回报。微软预计本季度的每股收益为$2.94美，收入为$645亿，云收入预计为$368亿，其中包括 Azure 的智能云收入预计将达到$287亿。微软首席执行官萨蒂亚·纳德拉表示， AI 服务为其 Azure 和其他云服务收入贡献了7个百分点的增长。微软的股价今年迄今为止上涨了 13%。 最后一条，2024年竞选总统，卡马拉·哈里斯避开初选，相比2020年，他采取了更温和的立场。
他放弃了全民医疗保险、禁止水力压裂和政府改造能源交通等立场，改为支持扩大医疗保险覆盖范围，并保持能源充足和价格合理。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